我是玛雅，欢迎收看玛雅的手作时光。那上个星期呢，我们用缎带编织了一个杯垫。那今天呢，我要教大家如何用毛线编织一个挂件。那我们现在开始吧。然后所需要的材料有各种不同种类的毛线，一支黑发夹，一支叉子，还有任何一种枝状物品，可以是筷子或者树枝。然后我们所需要的工具呢，就是一些胶纸、一把剪刀、一支马克笔，还有一把长尺。我们也需要事先制作一个编织器，用一个6寸宽、8寸长的纸板，然后在它的上下两部分各1/4寸的地方剪一个稍微半寸长的小口。我们是在左上方的位置上画一个标记，来代表我们开始的位置。然后将我们要用来做主线的毛线插入第一个开口上面，记得要留一段尾巴在后面。然后将我们的毛线拉到它正对面的开口上，然后透过后面转插到第二个开口上面，然后再将这条毛线拉回它正对面的位置，然后再同样的方式套过后面到隔壁的开口，然后以此类推。那将所有的主线都已经穿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将我们的毛线留条尾巴，然后剪掉。再用胶纸把2个头都固定好，将一支长尺插入我们的纸板还有主线之间，然后将我们的尺翻直，这样就能抬高我们的主线了。选一条毛线作为我们的开头，剪出大约和我们手臂一样长的长度，然后将它套入我们的黑发夹。然后稍微绑一个结，防止我们的毛线在编织的时候掉出来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编织了。首先我们从我们最左边的这条主线开始，将我们的黑发夹穿到第一条主线的下方，然后套过第2条主线的上方，再到第3条主线的下方，然后这样以此类推。穿好第1排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将我们的毛线拉过来，然后直到留一个差约1寸的尾巴，要将我们的毛线拉到大约离我们下方1寸的位置上面。现在呢，我们要以反方向的方式编织。那我们在拉我们的线的时候，不要拉得太紧，也不要让它太松。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叉子稍微将第2条线摆好，这样子我们织出来的线会比较整洁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织我们第3条线。还记得我们刚刚留的那一个小尾巴吗？现在呢，我要以反方向织回去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套过我们之前的这条尾巴，这样子我们之后我们在收线的时候就不需要收这么多条的那个尾线。然后我们继续我们的编织。那织好我们的第1组毛线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它流苏的部分了。首先我们将一些毛线剪得大约6寸长，然后我们要将它对折，然后套入
2条织线的下方，然后稍微绑个结，这样套上去。那绑好我们的流苏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编织了。当我们编织好最后一条毛线之后呢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要将这个毛线的最后的尾巴穿入我们旁边的毛线，穿好之后呢，我们将那些多余的线头剪掉。将我们的贴纸之前的胶纸撕掉，然后我们先从我们下方的主线开始切出来，将我们主线下方的线从我们的编织器脱离之后呢，我们要开始用死结将它们固定好。将所有的主线绑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将它们稍微剪齐。现在我们可以将我们上方的主线给拿出来了，与刚才头跟我们下方同样的方式一样，将2条主线绑在一起，绑一个死结。将所有的主线都已经固定好之后呢，我们来找一根树枝或者筷子，只要是枝状的都可以，然后穿过我们这些小环，这样我们的挂件就做好了。今天的手工呢会比上个星期的稍微复杂了一点点，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毛线，而且我们所用的主线呢也比之前的多了很多。那如果初学者觉得有点困难的话呢，我建议就是在制作我们的编织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稍微放宽我们的那个记号，这样子我们所采用的那个主线呢也会相对的少一点点，那我们也可以编织的更快一点。那今天的手工呢就到这里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